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搞个自定义域名的邮箱，零成本在 Cloudflare 上面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带 AI 自动回复功能的这么一个专属的邮箱服务哈。它里面内置了 AI 大模型，别人给你发邮件，不管有多长多复杂哈 ，AI 自动帮你读信，自动在后台帮你把回复的草稿写好，你只要扫一眼，点个发送就可以了。而且你想开多少个不同前缀的邮箱都是可以的，无限个。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就进入到主题，跟着我的步骤，保证你一次可以跑通。首先，我们打开电脑的浏览器，来到这个项目的 GitHub 的地址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了哈。你把这个页面往下面拉一点，在介绍说明里面，你会看到一个橙色的按钮，上面写着部署到 Cloudflare。这个按钮呢，你不要管它背后的逻辑有多复杂哈，直接点它。点完了之后，这个网页它会自动的跳转到你的Safe 的登录界面。如果你还没有登录呢，那么你就用你的账号登录进去。登录进来之后，这个页面上面它会有一个克隆存储库的提示。这个时候注意看，有的朋友点到这里哈，这个页面它会卡住，提示无法获取到存储库内容。如果你遇到了这个红字的报错，那么千万不要慌，那个不是你的问题哈。遇到那种情况呢，你看到页面的最顶部有一个开始使用的按钮。你点它一下，退回到上一集的连接 GitHub 的页面，在这里找到连接到 GitHub 的选项，然后点击它。这个时候浏览器它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哈，问你是不是要授权 Safe 访问你的 GitHub， 你一路点同意授权就可以了。授权完成之后，这个页面会跳回来哈，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着急点，稍微等它喘口气，等个1-2分钟时间。让两边的数据同步一下，然后再去点那个橙色的部署到 Safe 的按钮。你看这是不是就顺畅了？页面直接进入了克隆存储库的设置环节。好，现在我们进到了参数配置的页面哈，这里有一排排的框框要填，那我就一个一个的跟你们说。首先是项目的名称和 R2 存储筒，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项目名称就是个代号哈。R2 存储筒就是 Safe 给你的免费用的云盘，用来存你邮件里面的附件的。这两个选项可改可不改，我们直接保持默认就可以。它给你填什么就是什么。往下看有一个位置提示的选项哈，这个意思是问你想把这个服务部署到哪个机房。如果你人在美国，或者你主要的客户在美国，你就选美国；如果在亚洲，你就选亚洲。这个首选区域其实不重要哈，因为 Safe 它是全球节点，地区不是锁死的，选哪个都不影响你收发邮件的速度哈。再往下，重点来了，你会看到两个环境变量的输入，很多人在这里他不知道怎么填就卡住了。听好了哈，什么都不用填，就让它控制或者保持默认。我们等整个架子搭好了之后，再去获取这两个密钥，再回来填。接着往下面看。还有一个框框叫做域名，这里必须要填东西了。你要填入你想用来收发邮件的根域名。如果你忘了你的域名在 Safe 里面具体怎么拼的，没有关系，不要把当前的这个页面关了。你在浏览器的左边的菜单栏这里找到账户主页，在这个选项上面右键选择在新标签页中打开。在打开的新页面里面，你一眼就可以看到你托管这里面的域名了哈。用鼠标把它复制下来，切回到刚才部署的页面，粘贴到域名的这个框里面。剩下的其他所有选项通通保持默认，看都不用看哈。最后鼠标移到最下方，点击那个创建和部署的按钮。点完了之后，系统它就会在后台全自动的为你构建代码、分配数据库、拉 AI 模型了哈。大概等个1-2分钟，页面刷新，提示构建完成。到这里，你的邮箱服务器其实就已经在云端跑起来了哈。系统虽然建好了，但是现在还是个毛坯房呢，连个大门都没有。任何人只要知道你的网址，就可以跑进来看你的邮件哈。所以我们要给它上一把最顶级的智能锁。你看页面的顶部有一个选项叫做设置，点进去，找到愈合路由，在第一个选项的右边，你会看到横起的3个小点。这3个点呢，其实是一个隐藏的菜单哈，你点它一下，弹出来一个访问开关，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打开的一瞬间，屏幕上方它会弹出一个窗口哈。大家要注意了，这个窗口里的东西是整套系统最核心的钥匙，里面有一串很长很长乱七八糟的字符凭证，下面还有一个团队域名。
你现在新建一个记事本把这2行字原封不动的给它复制下来，妥善保存，马上就要用。要是拿到手了，我们要把它配到我们建好的系统里面来，还是在当前的设置菜单下面你找到变量和机密这个选项，看最后面的2个项目，是不是很眼熟呀？对头就是刚才我们留空的那2个变量。现在我们要把真实的值给它填进去。先搞第一个，点击那个像小切面一样的图标，右边它会划出一个弹出框，里面有写着值的地方，把你刚才复制到记事本里面的一长串字符凭证，也就是那个长密码原封不动的粘贴进去。确认没得空格之后，点击部署，完成之后再来整团队域名，同样点击它右边的编辑小切面图标，在右侧弹窗框的值里面，把你刚才记事本里面的那个团队域名网址复制粘贴进去，然后再点底下的部署。好了，到这一步，那个门禁系统就已经给你的邮箱彻底锁死了现在你可以点击系统自动生成的那个 Worker 域名，打开它。一打开，你就会发现页面弹出一个栏节，要求你输入邮箱进行验证码的登录。在这里就填入你自己注册的 Safe 账号用的那个邮箱，填进去，然后点击发送代码，然后你去你自己的私人邮箱里头找到那封带验证码的邮件，把几位数的代码填回到网页里头，然后点击登录。恭喜你验证通过，你现在终于站在了你自己专属 AI 邮箱的系统大门里头页面上面会提示你现在可以创建新的邮箱了，但是手不要快，在这里先不要急于创建。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一条管道没有接通。现在你创建了也是个不能收发信的哑巴邮箱。我们就回到 Safe 的后台控制面板这边来，在左边的菜单栏里面往下面找到一个叫电子邮件服务的选项，点击展开它。首先你会看到一个叫电子邮件发送的东西你点进去，按照官方的逻辑，在这个页面你可以直接启用邮件的发送功能，系统甚至会自动帮你把复杂的 SPF 还有那个 DKIM 这些防止邮件进垃圾箱的安全记录全部给你配置好，极其傻瓜，极其方便。但是朋友们重点来了这个原生的发信功能它要钱，你的账号必须要开通 Payday 计划，也就是付费版，才可以解锁这个功能最低门槛是$5一个月。如果你是免费计划的用户，你在这里不管怎么点它都要提示你升级。那有些朋友就要问了，有没有办法可以完全免费的把信发出去呢？答案是有的但是有点复杂，我们要去改代码，不用 Cloudflare 原生的接口去注册一个叫 Resend 的第三方平台，通过调用别人的 API 来免费的发信。考虑到今天这个视频的信息量已经有点大了，为了让大家先顺利的跑通呢这个改代码的复杂操作，今天我就先不搞了我们先把核心的收信和 AI 功能给搞起来再说。光是这2个功能它就已经能够秒杀市面上 90% 的传统邮箱了在刚才展开的电子邮件服务菜单里面，我们不点发送了，我们点击电子邮件路由，进来之后点击那个接入域名的按钮，在这个区域的地方就填入你准备用来收信的那个域名就是你刚刚绑定的那个。填好了之后，如果系统检测到了没有问题，它就会打上一个勾勾，这个时候你就果断的点击完成，接着点击这个域名进去，在页面的顶部菜单找到路由规则这个选项点进去，在这个页面里面找到自定义地址这一块，它有一个功能叫捕获所有。什么意思呢？只要开启了它不管别人给你发什么潜水的邮件，哪怕对方打错了，只要后缀是你的域名，通通可以收到你的邮箱里面来，再也不用怕漏邮件了在这一行的最右边点击了3个小点，再点击编辑，进去之后看到操作这2个字没有，在下拉框里面就选发送到 Worker， 选完之后再看下面的目标选项，在这个下拉列表里面就选择你先前创建的那个项目的名称，最后点击保存。到这一秒为止所有发往你域名的邮件都会被这个规则抓起来，然后全部扔进你的 AI 数据库，管道已经彻底的打通。好，后台的事情做完了，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那个要输入验证码登录的网页端就是创建收件箱的页面，
点击页面上的创建邮箱按钮，在弹出的框框里面随心所欲的输入你想要的邮箱的地址，然后点击创建。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点击创建之后，这个页面它显示发生了错误，你什么都不用管这 99% 是因为浏览器的网页自动翻译功能把系统底层的代码给翻译成了乱码，导致它找不到按钮。这个怎么解决呢？直接按刷新，刷新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刚才填的那个收件箱它已经有了，点击它进去，现在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干净的 Web 界面了长得就跟最新版的 Gmail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左侧非常的清晰，蓝色的醒目大按钮呢用来写新邮件，下面依次是你的收件箱、已发送、草稿箱和归档还有垃圾箱，非常的标准的结构。中间这一大块区域因为刚刚才建好，还没有人给你发信嘛，以后你的邮件列表和正文它就会在这里显示但这个邮箱和普通的邮箱最本质最牛逼的不同不在左边也不在中间，大家把目光往右边看，在这个界面的最右侧它有一个长桌的边框，上面写着智能体，看到那个小机器人的图标了没得？这个才是整套系统的灵魂在这个后台官方它直接帮你内置了9个极其强大的邮箱分析工具，它不是简单的自动回复我已收到而是真正的 AI 智能体，它可以自己去检索历史对话，自动阅读新收到的邮件，分析对方的情绪，并且最关键的是帮你自动起草一盒恰到好处的回复。这个就是所谓的云端自动收发加大模型读信回信。口说无凭我们现在就来实测一把。为了测试这个 AI 的阅读理解和拆解任务的能力我专门用我另外一个普通的邮箱给刚才建好的这个专属邮箱发了一封长篇大论的测试邮件。我立刻切回到这个 AI 邮箱的界面你们看中间的列表几乎是秒到，由于边缘节点的优势这个邮件瞬间就进来了点开这封邮件的正文，重点来了，各位注意看右边的 AI 助理面板我甚至都还没有看完邮件的正文，这个 AI 它就已经在草稿箱里面为我自动的起草好了一封回复。我们点开看一下你看这个 AI 助理它还是写了很大一篇开口就很有礼貌感谢你的来信，很抱歉遇到了问题他还要为我解答这些问题，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不仅能够读邮件，还可以拆解任务，还能够顺着你的语境把这个话术编的是滴水不漏，你真的连按键盘打字都省了如果你是个每天要处理几十上百封的那种外贸业务员或者是做塞日的独立开发者，你每天早上只需要花那个几分钟点开那个草稿箱扫一眼，如果觉得 AI 写的没有毛病呢，你就直接点下面的发送，如果有细微的地方要改呢，你就点编辑给它微调一下发出去就可以了，你的工作效率绝对是指数级的提升。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目前这个原生的项目呢，它 AI 默认使用英文在给你回复邮件，就算是你给它发中文，它写出来的还是英文。那要让它用中文来回复呢，也非常的简单，你就在这个界面的右上方找到设置的图标里面有一个关于提示词的配置，你只要在里面加上一句简单的话，比如说就给它说让它使用中文进行回复保存一下，那么这个 AI 助理它就会使用中文了好了，我们今天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这套零服务器的智能邮箱给跑通了简单总结一下，这套系统它的优势呢也很明显。第一就是不用维护服务器，第二就是你可以自定义无限个邮箱的前缀，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第三呢，部署非常的简单，点下鼠标就可以搞定第四，它是个带有这个 AI 大模型的功能，完全免费。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原生方案里面的发信这一步它不免费，要花5刀买门票。当然如果你坚决要完全白嫖1分钱不花，那我前面也说了办法它是有的，就是放弃官方原生的发信代码，去注册一个邮件 API 的平台，每个月3000封信的免费额度对于普通人来说完全够用了。就是要去动源代码，要把那个调用原生接口的地方替换成调用 Resend 的那个 API， 这个过程它不但有点麻烦而且还涉及到你的域名本身的好坏的问题，很容易进垃圾箱。考虑到这个视频的时长这期视频呢我们就不讲那么深了，以后有空的话专门出一期。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么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遇到任何卡壳报错的地方哈，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都会回。好，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